你先跪下，我求你个事儿啊！美国急于对华接触，中方没有别的意思，有2个前提，3个反制方法。大家好，我是吕哲。在最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再次表达了拜登政府希望和中国对话的意愿。他表示，美国从来没打算冰冻中美两国的关系，随时准备好和中国进行高层对话。美国方面呢，将这次伯恩斯的表态视作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拜登政府非常渴望和中国对话。这段时间，美国多名高官接连表达了期待访华的意愿，白宫更是频繁披露拜登希望和中方领导人通话。为了能够顺利访华，他们也是进行了一番集体示好，即喊话不寻求对华经济脱钩，不寻求遏制中国。但是从伯恩斯另一方面的态度来看，美国他根本就没有对话的诚意。伯恩斯强调了美国对于恢复对话的迫切性，但是更多的是把责任推到了中国头上，声称美国国会前议长佩洛西窜台、气球事件，还有中方暂停多个与美国的沟通渠道，而美方多次呼吁重启对话无果。你看这些话明显是指责中国故意忽视美国对话的诚意故意切断沟通途径，造成中美之间风险提升。但是对于美国挑衅炒作在先，却只字不提，中方只是不理睬，没有骂街，已经是够客气了。美国一边说寻求对话，不寻求遏制中国，但另一边却在继续打压中国企业，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对台军售肆意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就在伯恩斯这边说期待与中国对话，当天就有25家军火商集体抵台兜售武器。就这德行，你想谈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演。拜登政府是极度渴望中国配合他们的演习作秀中美对话的，并不是想真的恢复中美对话。演呢也有3个目的，首先是演给美国国内看，想展示拜登政府正在做实事儿，想办法解决美国内外交困的危机，而不是整天意识形态挂帅打嘴炮。其次，演给资本市场看，也就是美国将寻求中国的帮助，抑制通胀，解决正在酝酿中的金融危机，让资本市场不要恐慌。最后就是演给其他国家看的，如果能够达成中美对话，美国的通稿就不用怀疑了，一定是在吹嘘美国对中国施压，然后暗示中国方面妥协等等然后你们所谓的去美元化努力，那都是白费力打击各国去美元化反霸权的信心。美国把对话的平台当作表演的舞台，中方没有时间，更没有义务看你们虚假的表演。但中国和美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对话的大门一直都是敞开的。但是之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提出，中美进行对话有2个前提，即尊重和言而有信。从这2点表达是任何双边关系的基础，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了解美国的崔天凯知道，这2点对美国来说，他一个都办不到。在跟任何国家对话的时候，美国总是放不下他傲慢的身段，总要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压制对方。即使美国有求于对方，也会让对方先跪下。尊重是不可能尊重你的，而美国的信誉更是一个国际笑话，前脚咱谈好的事儿，后脚就给你掀了桌子。对于美国耍无赖的做法，中国如何应对呢？首先，坚决不和美国对话，不给他们作秀的机会；其次，加速去美元化，不给美国缓解危机的可能，趁他病要他命；最后，加快军备建设，保障能源供应途径，做好金融准备，以及加强外交火力。这些都是俄乌冲突中得来的经验教训所以，对于美方频繁的访华请求，咱们冷处理就好了，谁急谁心里清楚。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